如果你有投资美股，那这一个半月你的收益应该很不错。从4月1号开始到5月15号，美股一路飙升，标普500涨了12%，纳斯达克更是大涨20%。其中4月份这一个月就涨了15%，创下了2020年以来最高的单月涨幅。不过如果你买的不是指数，而是个股，体感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一个半月里，科技股内部出现了一个很极端的分化，软件板块的 ETF IGV 4月份只涨了5%左右。同一时间，整个科技板块的平均涨幅是18%。IGV 在今年一季度已经是2008年以来最差的季度表现。也就是说，如果你买的是软件股，到今天你可能还在亏钱。但如果你买的是芯片股，比如追踪美国半导体行业的 ETF SOXX， 4月单月涨了36%，从3月底到5月初这一个半月时间涨了70%，这是这只基金25年以来最高的单月涨幅。所以市场上又出现了泡沫的声音，比如 Michael Burry， 他就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成功做空了整个美国次贷市场的那个人。大空头那部电影就是以他为原型拍的。他最近公开说，现在市场的情绪就像是2000年互联网泡沫前夕最疯狂的时候。这个说法也不完全是无稽之谈。如果我们去看半导体指数，它目前高于200日均线的偏离幅度在历史上只出现过2次，一次是1995年，另一次是2000年3月互联网泡沫的顶点。也就是说，从这个指标来看，芯片现在的涨法和2000年互联网泡沫见顶时的走势是同一个量级的。我在今年1月做过一期 AI 泡沫的视频，那时候市场上最流行的叙事是 AI 是循环融资的骗局。英伟达投资 OpenAI 拿融来的钱买英伟达的芯片，钱在几家公司之间转圈，跟互联网时期的对敲贸易没什么两样。我当时反驳了这个叙事，英伟达有真实的利润，科技巨头有真实的现金流，这跟当年互联网公司的财务结构不是一回事儿。那现在芯片又在不断创历史新高，在这么高涨的情绪下，泡沫叙事又出现了。所以这次我的判断变了吗？我想换个角度来重新看这件事儿。要搞清楚是不是泡沫，我们得先搞清楚 AI 是什么，以及它跟互联网是不是一个东西。如果你看过我之前的视频，你应该就会知道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最近这个工业革命系列的先导片的结尾，我提到过，要理解 AI 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只有一个参考系，就是工业革命。当时我没有解释为什么，我只抛出了这个答案，其实是可以接着问的。为什么 AI 要参照工业革命，不参照互联网？难道 AI 跟互联网不是更像吗？所以这期视频我不仅想讨论 AI 有没有泡沫这个问题，更想通过对比 AI、互联网和工业革命，搞清楚一件更根本的事儿： AI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在开始前，我需要先说明一下，我们都知道互联网是美国发明的， AI 也是从美国发展起来的，而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不过它后来传到了美国，并且在美国留下了更完整的经济数据和更直接的影响。所以为了让这个对比更有意义，我们今天就 focus 在美国。整个视频都以美国经济为背景，技术革命起源于哪里，在我今天要讲的内容里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技术的变革对经济实际产生了多大影响。而一个技术到底有没有在经济上真正产生过影响，最直接的衡量指标是劳动生产率。为什么不是股价，不是公司营收或市值，不是 GDP 增速？因为股价和市值衡量的是预期，不是现实。泡沫期间这个数字可以跟实际经济完全脱节，而 GDP 增速混入了太多其他因素，比如人口增长、更多资本投入、更多人进入劳动市场，都能推高 GDP， 但这些跟技术本身没有太大关系，所以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看劳动生产率，也就是每个工时能产出多少东西。它的逻辑是这样的，把人的数量和工作时间固定住，看产出有没有变。如果产出变多了，不是因为请了更多人，也不是因为加班了，那唯一的解释是这些人能用的工具、方法或者生产条件变了，而这个变化就是技术进步在经济里留下的痕迹。这个指标还有一个好处，算起来很直接，用总产出除以总工时就出来了。我们来看看美国过去150多年，从1870年到2024年这段时间里的劳动生产率是怎么走的。为什么从1870年开始算？因为美国最早系统测量工业产出的普查是1869年做的，1870年就是最早的数据。而且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就是电力和内燃机这两项关键技术，差不多是从187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这150年里，你猜劳动生产率增速最高的是哪段时期？你可能会觉得那当然是现在了，现在的技术比150年进步了不知道多少，技术越进步，生产率提升就越快， GDP 就越高。美国经济这些年不是一直都在涨吗？但如果你去看数据，你会发现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我们把这150年分成3段，1870年到1920年，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大概1.79%，1920年到1970年涨到了2.82%，
1970年到2024年又跌回了大概 1.5%， 增速最高的那段是1920年到1970年，它是前后两个时期的将近2倍。1920年到1970年是什么年代？没有互联网，没有智能手机，电脑还不存在。1920年代的时候，很多美国家庭才刚刚通上电，这段时期正好夹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互联网时代之前。从直觉上来说，你很难想象那个时代的生产率会是最高的。而且那波技术，电力也好，内燃机也好，从1870年代被发明出来到1920年，中间已经隔了将近50年。如果新技术真的能推动生产率，按道理应该是刚出现的时候冲击最大，而不是半个世纪之后。但数据偏偏反过来了，这是为什么呢？要知道原因，我们得先了解一个概念，叫通用目的技术，它的英文缩写是 GPT， 没错，就跟 ChatGPT 的 GPT 一模一样。不过 GPT 这个概念早在 OpenAI 成立之前就出现了。什么叫通用目的技术？就是一种底层技术，它本身是一个平台，能开启一系列以前根本不存在的发明的可能性。电力就是这样一种技术。电力出现之前，工厂靠蒸汽机驱动，一台大蒸汽机通过主轴和皮带带动整个车间所有的机器，这意味着机器的位置不能随便摆，必须沿着主轴排列。整个工厂的布局由蒸汽机的位置决定，跟生产流程没有关系。而且只要主轴在转，所有机器都在耗能，哪怕只有一台在工作。而且如果一台机器要维修，整条线都得停。有了电之后，每台机器可以配独立的电机，单独启动，单独关闭。工厂的布局第一次可以完全按照生产流程来设计，物料怎么流动，工人怎么站位，全部可以重新规划。这不只是换了一种动力来源，是整个生产组织方式的重塑。然后这还只是工厂里的变化。电灯的出现让夜班成为了可能，工厂可以24小时运转；电话让远距离即时通讯成为可能，商业协调的方式改变了；冰箱让食物的储存和运输方式改变了，整个食物供应链跟着变；洗衣机、吸尘器把大量家务劳动从手工变成机器，释放出来的时间有一部分转化成了市场劳动，每一个都是电出现之前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内燃机开启的链条同样漫长，有了内燃机才有汽车，有了汽车，人第一次可以住得离工作地点很远，郊区开始出现，城市的地理结构因此改变，有了大规模的汽车需求，才有大规模铺设铁路的动力，有了公路网，货运卡车才有意义，货物的配送第一次可以脱离铁路线，送到任何一个角落。连锁店、超市、现代仓储物流，这些商业模式背后的基础都是卡车运输。农业领域也一样，拖拉机替代了马和牛，一个农民能耕种的面积跟以前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大量农业劳动释放出来，进入工厂和城市，整个经济结构跟着转型。这就是通用目的技术的特点，它开了一扇门，门后面是一长串以前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发明和改变。这个逻辑也解释了刚刚那个问题，为什么1870年代发明出来的技术，要等到50年之后的1920年开始，生产率才开始飙升。电力和内燃机1870年代出现，但它们本身不直接提升生产率，提升生产率的是门后面那一长串次级发明。而这些次级发明要真正转化成经济里可以测量到的效率提升，需要经历3件事：被发明出来，被大规模采用，然后整个生产方式跟着重新组织，每一步都需要时间。以工厂电气化为例，电力1880年代就开始商业化了，但当时的工厂是按照蒸汽机的逻辑建造的，布局全部围绕着主轴展开。要真正享受到电带来的效率提升，不是把蒸汽机换成电机就行，而是要把整个工厂推倒重来，按照新的生产逻辑重新规划。这个改造浪潮从189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1920年代，花了将近40年。而工厂电气化只是其中一条线，汽车要普及，公路网要建，农业机械化要扩散，城市要按照新的出行方式重新生长。这些变化同时在发生，互相叠加，等全部反映到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数字上，已经是1920年代之后的事儿了。这就是通用目的技术的实质效应，技术出现是起点，真正的生产率高峰是在几十年之后。现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1920年到1970年是高峰，也知道了为什么要等50年。但这里还有一个小问题，这段时期的生产率提升，我们怎么确定真的是技术本身带来的呢？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因为1920年代到1950年代美国大规模建工厂买设备，工厂多了，机器多了，产出当然会高，但这是资本投入的功劳，不一定跟技术有关。又或者是因为那个年代工人受教育程度提高了，读过书的工人操作更熟练，但这是教育的功劳，跟技术本身没有直接关系。我们前面说过，劳动生产率的计算方式就是产出除以工时，工厂更多，设备更好，就算工人数量不变，每小时产出也会变高。而工人如果学历提高了，操作更熟练了，每小时产出也会更高。所以有没有可能是这2个原因，而不是什么技术的原因让生产率提高的呢？
经济学家确实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后来用了一个更精确的计算指标，叫全要素生产率，就是把资本和教育对生产率的贡献剥离出来，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里减掉，剩下那块就是技术的贡献了。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是人类生产可能性边界本身有没有向外推进，就比如我们刚刚讲的工厂布局第一次可以按照生产流程来设计，不再迁就蒸汽机主轴的位置。这种重新组织带来的效率提升不是买更多机器买来的。电灯让工厂第一次可以24小时运转，这个可能性在电出现之前花多少钱都不存在。1920年之前，美国全要素生产率每年增长大概 0.63%，1920年到1970年涨到了 1.89%，1970年到2024年又跌回了 0.6% 左右。刚才讲劳动生产率1920年到1970年大约是前后时期的2倍，但全要素生产率是3倍，把资本和教育的贡献全部剥掉，这个时期的增速甚至更突出了。电力和内燃机的出现在美国经济史上留下了一个至今还没有被超越的全要素生产率高峰。刚刚我们说完了工业革命，我们再来看看互联网。之前的全要素生产率数据我们已经看到了，1970年到2024年这段时间，也就是整个互联网时代所在的那段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每年只有 0.6%， 不到1920年到1970年的1/3。不过这个说法可能不完全准确，1970年到2024年不是一条平的线，如果再细分，1970年到1994年全要素生产率是 0.57%， 然后从1994年开始，互联网商业化逐渐普及，到2004年，这10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涨到了 1.03%， 然后又掉下来了。2004年到2014年跌回了 0.4%。也就是说，在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确实有一段真实的生产率提升，但这个数字对比工业革命高峰的 1.89% 也只有60%，而且只维持了10年就掉下来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互联网改变了什么。互联网出现之前，信息是有物理重量的，你想查一件事儿，得去图书馆翻卡片目录，找到书，找到那一页。一份报纸从印刷厂到你手里要1天，你想买一件外地的商品，要写信或者打电话给商家，等对方回复，再等货物寄来。一家公司要在全国协调业务，需要养一大批中间管理层，专门负责在各地之间传递信息和指令。商业上有相当大一部分的成本不是生产成本，是信息流动的成本。互联网把这个成本压到了很低，邮件替代了信件，搜索引擎替代了图书馆，电商让你不出门就能买到地球另一端的东西，社交网络第一次让普通人拥有了以前只有媒体机构才有的东西，像几百万人同时说话的能力。这些改变是真实的，而且规模巨大。从这个角度看，互联网在形态上跟电力和内燃机一样，是一种通用目的技术。但我们要看到，互联网改变的是信息怎么流动，商家怎么匹配买家，人怎么沟通，资源怎么协调。而电力和内燃机改变的是另一种东西，工厂里每台机器怎么获得动力，生产线怎么排布，货物怎么在物理空间里移动。它们改变的是物理生产过程本身，是人和物质世界打交道的方式。有一个对比很直观，我们今天的汽车跟1960年的汽车没有太大差别，但1960年的汽车跟1860年的马车相比，那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食物也一样，1960年的厨房跟今天的厨房本质上已经非常接近了，但1860年的厨房没有冰箱，没有电，很多家庭连自来水都没有。工业革命那波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物理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吃什么，住什么，怎么出行，怎么劳作，全都变了。而互联网的影响发生在一个不同的领域里，食物怎么生产，衣服怎么制造，房子怎么盖，这些物理生产过程互联网几乎没有动。互联网的链条走到信息分发层就停了，从纸质档案过渡到数字文件，从线下购物过渡到电商，这些效率提升是真实的。这个从纸到数字的过渡本身确实让生产率从1994年到2004年之间不断提升，但这触及的始终是信息在流动时的成本，不是物理生产过程本身。信息层数字化完成之后，工厂还是按原来的逻辑运转，食物还是要用原来的方式种，房子还是要原来的方式盖，没有新的物理生产可能性被打开，生产率自然就到头了。而且就算信息层创造了价值，大部分也以免费服务的形式流向了消费者。谷歌搜索是免费的，地图是免费的，社交媒体是免费的，你得到了更快查到信息的方式，但这件事在经济统计里是看不见的，因为你没有为此付钱。当然你可能会说，这些公司也没那么免费吧，他们靠卖我们的注意力赚钱，注意力经济嘛，广告收入几千亿美元不也是价值吗？这个说法本身没有问题，广告收入是真实的，但它捕捉到的只是一部分，消费者那边得到的东西根本没被统计进来。你用谷歌1秒钟搜到的答案，以前去图书馆可能要花1个小时，这个效率提升是真实的，
但你没有为此付钱，所以在 GDP 数字里这件事等于没发生。而工业革命释放的效率沉淀在产出里，电厂要付钱，卡车运输要付钱，每一点效率都进了 GDP。互联网释放的效率很大一部分变成了消费者享受的免费福利，悄悄地消失在统计之外。互联网是一场真实的革命，只是它的革命发生在信息世界里，物理世界怎么运转还是怎么运转。第一眼看 AI 和互联网很像，处理文字、图像、代码，似乎也是在信息世界里打转。现在 AI 处于早期，它会不会成为一种通用目的技术，没有人能确定。ChatGPT 名字里虽然带着 GPT， 但那只是它自己的叫法，它未来的子发明链会蔓延到哪里，现在还看不清楚。但有一些东西看上去是很明显的， AI 目前处理的东西跟互联网处理的东西是差不多同一类。互联网移动信息 ，AI 合成和生成信息，输入是文字、图片、代码、语音，输出还是文字、图片、代码、语音。AI 在互联网已经建好的信息世界里运作，没有离开那个区域，所以很自然的，你可能会想 ，AI 就是互联网的延伸，它会走出一条和互联网相似的路。这也是很多人觉得 AI 这个泡沫跟互联网时期的泡沫相似，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你会发现几个非常不同的地方。互联网出现的时候，它替代的是什么？那时候查资料要去图书馆，买东西要去实体店，订机票要找旅行社，这些环节有一个共同点，信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中间需要物理载体，需要人，需要纸，需要店面。互联网把这些物理外壳全部拿掉了，图书馆变成了搜索引擎，实体店变成了电商，旅行社变成了订票平台。这个替代过程里有大量工作消失了，但同时新的工作出现了，程序员、产品经理、数字营销、运营、数据分析师、用户体验设计师。互联网每消灭一个旧职业，好像同时开了几个新窗口。这个剧本我们也很熟悉，技术替代旧工作，同时创造新工作。历史上每一次大的技术替代都有这个补偿机制在运转。那 AI 替代的是什么？今天全球大概有10亿知识工作者，占全球劳动力的1/3，在美国这个比例接近60%。这些人做的工作是法律分析、财务报告、营销策划、项目管理等等。这整个类别的工作共同点是拿到信息之后怎么处理这些信息。互联网能加快信息传递的速度，但它没法帮你处理信息，而 AI 可以。这10亿知识工作者，或者我们叫白领，他们具体的工作流程靠的是什么？软件，具体来说是一种叫 SaaS 的软件 Software as a Service， 软件及服务。 SaaS 一般是订阅制的，按月付费，打开就能用，数据存在云上。2006年亚马逊推出了 AWS， 任何人都可以租用服务器来搭软件， SaaS 创业的门槛一下子变低了。2010年代开始，每个白领的工作流都有对应的软件在支撑， Office 处理文档， Zoom 开会， Slack 用来沟通， Figma 做设计， Canva 做海报。软件现在已经是个几千亿美元的市场。但在2026年2月 Anthropic 发布了 Claude Cowork， 一个可以直接操作电脑、处理文件、替人执行多步骤任务的工具。发布当天，替律师做文件检索的软件公司单日跌了将近20%，做企业财务数据分析的公司跌了10%，报税软件 Intuit 跌幅也超过10%。一个发布会单日市值蒸发285亿美元。2026年的前2个月 ，SaaS 行业市值蒸发超过2万亿美元。我们再来看看把 AI 类比互联网泡沫的这个说法。之前那期 AI 泡沫的视频里我讲过，互联网泡沫时期那些新兴的公司是不赚钱的。Pest.com 卖1美元的货要花1.34美元的成本，账上根本没有收入。但现在的 AI 公司可不是这样。Anthropic 2024年初年化收入不到1亿美元，2024年底是10亿，涨了10倍；2025年底是90亿，又涨了9倍。进入2026年，速度不仅没慢下来，反而更快，4月就超过300亿，速度非常惊人。AI 公司的收入在涨， SaaS 公司的市值在跌，这不是巧合，是同一件事的两面。AI 公司的收入很大一部分就是从原本属于这些软件公司的业务里来的，这笔收入背后是一套和互联网完全不同的成本结构和定价逻辑。互联网软件的编辑成本趋近于0， Office 软件多卖一份，复制的成本为0， Zoom 多加一个人进会议室可以忽略不计。华尔街很早就把这个逻辑定价进去了。同样是年收入10亿美元的公司，传统制造业的市值可能就只有10几亿，而高峰期的 SaaS 公司市值可以到150亿甚至更高，而且这些公司甚至可能没有利润。但差距不来自利润，来自资产的轻重，越不需要物理投入，市场给的估值越高。2010年代开始， SaaS 工具铺满了每一个白领的工作流，项目用软件管，会议用软件开，设计用软件做，客户用软件跟进。这套体系成了现代办公室的基础设施，整个经济围绕着这些软件重新组织了将近20年。按道理来讲，工具越来越好，效率应该越来越高才对。
但前面我们也已经看到了数据，互联网时期生产率的提升发生在1994年到2004年，而这之后，也就是 SaaS 开始普及之后，软件越来越多，全要素生产率反而下跌了，这是为什么？我不是经济学家，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但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些白领的工作本身就有大量是虚的？品牌策略、咨询方案、PPT 汇报、会议记录，这些工作的好坏很难客观衡量，所以他们反而拿到了更高的工资，但他们究竟创造了多少真实产出呢？ SaaS 让这些工作做得更快、更顺手，但如果这些工作本身大部分没有沉淀成真实产出，效率再高，生产率也不会提升。而现在 AI 来了，原本要花几天时间做的数据分析，要出的 PPT， 要做的设计方案，这些看上去白领高大上的活 AI 能在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内完成，而且用远低于雇人买软件的成本来完成。决定 AI 能不能做好这些事的是什么？算力。算力是 GPU， 是芯片，是电力，是数据中心。每多完成一份任务，就多消耗一份真实的物理资源。这和互联网软件的逻辑完全不同。软件一旦写出来，代码就差不多固定了，多服务一个用户，编辑成本接近于零。AI 不一样，算力直接决定模型能做什么，投入越多，天花板越高。这个逻辑，华尔街到现在也没开始接受。过去10几年，市场给轻资产高估值，越不需要买机器建工厂，现金流越充裕的公司越值钱。所以当微软、亚马逊、Meta 这些科技大厂在财报里宣布要大幅增加资本支出，要建更多数据中心，买更多芯片的时候，股价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下跌。市场的本能还是认为重资产不好，烧钱不好，但这些公司没有停，因为 AI 就是需要重资产，没有算力就没有产品，这是绕不过去的。这改变了价值被捕获的方式，因为有真实的物理成本。AI 的服务直接取决于算力的多少，取决于芯片，取决于数据中心建的多不多。如果你用过 ChatGPT 或者 Claude 或者其他 AI 产品，你能直接的感受到这一点。更强的模型能完成更复杂的任务，准确度更高，而更弱的模型只能给你一个差不多甚至错误的答案。这个差距就是来自于算力对了多少，算力越多，模型越好，产出越好，这是一条直接的因果链。这就很像工厂的逻辑了。多买一台机器就多生产一匹布，投入和产出直接挂钩。软件的出现把这条链断掉了， AI 通过消灭中间层又重新把它接上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AI 跟工业革命确实更像。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刚刚说了，软件铺满了白领的工作流，生产率反而在下跌。那 AI 替代了软件，甚至替代了白领，就一定会提升生产率吗？这可不一定。还是那个问题，工业革命时期工厂的产出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件衣服、一张桌子、一辆汽车，那是物理世界真实发生的变化。吃喝住行每一层都被彻底改变了。 AI 改变了物理世界吗？目前我们还看不到。你不能吃一个 token， 你不能住在数据中心里。美国就业人数最多的几个行业，医疗、建筑、餐饮、零售， AI 在这些领域的渗透还非常有限。但我们都知道 AI 才刚刚开始，它现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过去的生产方式吃掉，替代白领的工作，替代白领用的软件，这是它目前在做的事儿。至于它会不会开启全新的生产流程，会不会重塑我们对工作本身的想象，我们还不知道。但苗头已经出现了，无人驾驶正在把人从方向盘后面解放出来，工业机器人在 AI 加持下开始能处理更复杂的任务， AI 控制的生产线在某些工厂已经在运行。但技术出现和生产率真正爆发中间还差一步。在工业革命初期，早期的纺纱厂建在河流边，由水车驱动。我们上期视频提到过这种水力纺纱机。当蒸汽机出现的时候，工厂主的第一反应是把水车换成蒸汽机，其他一切照旧，生产率有提升但不大。真正的飞跃发生在后面，工厂主意识到可以彻底摆脱靠河选址的这个限制，把整个工厂围绕蒸汽机重新设计，靠近工人，靠近港口，靠近原料，那才是生产率真正爆发的时刻。我们现在用 AI， 大部分人还处在换水车的阶段，把 AI 接进原来的工作流，原来怎么开会，现在还是怎么开，原来怎么管理项目，现在还是怎么管理。我们还没有开始想象，如果整个工作流从头围绕 AI 来设计，会长什么样。而这个还没有想象，可能不只是惰性，我们的想象本身可能就困在一个旧框架里。1865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部法律，叫机车法案。后来的人把它叫做红旗法案。法案规定，蒸汽动力车辆在路上行驶时，必须有一名步行者走在车辆前方，手持红旗，提前示警，理由是安全。这些铁疙瘩太重，速度不可控，需要有人在前面清路。立法者不是在故意刁难新技术，他们只是用唯一熟悉的框架来理解一个新东西。在他们看来，这辆车本质上是一辆没有马的马车，
马车的危险怎么处理？加一个人来控制。这部法律执行了31年，1896年才被废除。类似的事情一直在发生。早期的电话，当时的人用起来像发电报一样简短。早期的电影就是把舞台表演架台摄影机拍下来。每一种新技术刚出现的时候，我们总会先用旧事物的框架去套它。今天我们用的 AI 是对话框里回答问题的 AI， 但这可能只是 AI 最表层的形态。当 AI 真正嵌入物理世界，当它能驾驶、能建造、能生产，那时候的世界可能跟今天完全不一样。不过这些也都只是我们站在当下这个节点来想象未来。至于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